从18岁到24岁，我做了6年的小三。他大我22岁，和我爸年龄相当，同样也有老婆有孩子。我跟着他，他1个月给我30万，安排我住在市中心的大平层。在同学们还在为考研、找工作拼命努力时，我已经不需要再为钱财物质困扰。殊不知，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跟着李家平的第6年，我向他提了分手。其实我们之间并不能用分手来形容，应该说是解除了一段不道德的关系。我们的关系严格来说连男女朋友都不算，说好听点，我是他的情人，难听点，我其实是他圈养的一个漂亮物件罢了。他花钱，我出卖自己年轻姣好的容貌和身体，各取所需。何况他也有家庭，他的妻子长居瑞士，2人育有1子，也在瑞士。李家平坐在沙发上，听到我的话，脸色有些难看，周身散发着不愉的气息，但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沉默着，慢悠悠地点了一根烟。烟燃尽的时候，他才终于开口说话，不解地问我，怎么突然要分手？我看着他，像从前一样乖顺地笑了笑。他之前说过最喜欢我的乖巧，哪怕到此刻我也没忘。毕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算我的再生父母。做小三是件可耻不堪的事情，我从来都知道，可我仍然要感谢他给了我做小三的这个机会，是他让我逃出了那个恐怖的魔窟，在大都市苟且偷生地活了下来。我轻声告诉他，我想过一过正常的日子。李家平闻言，将烟头摁灭在面前的烟灰缸里，只留给我一个冷硬的侧脸。良久，他轻呵一声，讥讽地笑了笑，那笑容就好像是看到一个妓女说要从良，往后好好做人一样。他可能觉得可笑，其实我也觉得很好笑。李家平转过脸看我，刚毅的脸上面无表情，声音沉静，你考虑清楚就行，别后悔。在他的圈子里，有句话盛久不衰，我始终记得，出来玩就要玩得起。这是我第1次陪他出去的时候，一位前辈带着好意提醒我的。他是席间另外一位李总的情人。我第1次见李家平是在学校的校庆上，我是负责接待他的学生代表。那个时候，李家平有意给学校捐一座图书馆，学校的领导百般嘱咐我要小心接待他，其实就是领导不说，我也会小心翼翼地接待他。只因为他开进学校的车是迈巴赫，腕间的手表是百达翡丽的，一身行头全是价值不菲的。这样的人，我怎么敢得罪？也不是我一个穷学生能得罪起的。后面我陪他在学校四处逛了逛，逛着逛着，我就感受到放在我身上的目光逐渐炽热起来。我从小就知道自己长得很漂亮，要不然也不会被学校选来做礼仪接待的学生代表。我看着李家平火热的眼神，佯装不知，想着大学几年的学费和生活费，但心里也逐渐动了些别的心思。我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，我是弟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赠品。因为我是女孩，所以父母抵着计划生育严查的风险，也坚持要了2胎。只因为对他们来说，男丁就是香火传承。弟弟出生那天，一向抠门的家里人乐呵呵地交了几万块钱的罚款，眼都不带眨的，全家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气，纷纷念叨着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这下终于有脸见列祖列宗了。而我，没人在乎我。我从小就是弟弟的保姆，他犯错我挨打，他有事我就是被连打加骂。我要洗家里所有人的衣服，
做家里的所有家务。高中毕业后，家里人就不打算让我继续再读下去，哪怕我的成绩可以上个重点大学。其实原本他们高中就不打算让我上了，是我的老师和校长轮番上门，他们要颜面，加上校长答应给我学费减半，最后才不情不愿地继续让我上学。现在当时的境遇又重新来了一次，他们想让我嫁人，他们想要彩礼，这也是他们愿意一直养个没把的女孩的原因。他们不懂什么叫待价而沽，什么叫长期投资，只知道真金白银先拿到手才是真的。为了让自己不被拖在烂泥里过一辈子，我跪下来苦苦哀求他们，求他们让我出去上学。可我父母只是冷眼看着我，眼中不含一丝温情，仿佛我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孩子。可我难道不是由他们带来这个世界的吗？最后他们愿意让我上学，是因为我对他们说，一个上过大学的女孩嫁人的时候，彩礼更高。我知道，面对贪婪的狼群，只有更多的肥肉才能打动他们。听到这个，他们果然动容了，因为他们清楚，在这个偏远愚昧的村子，哪怕他们不知道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，但他们清楚知识可以换更多的钱。大学生的彩礼比高中生的彩礼可以高上20万，多么诱人的数字啊！多么厚实的一块肥肉啊！后面他们同意了让我走出大山去上大学，可他们不会给我1分钱，因为家里没钱。可家里真的没钱吗？那弟弟全身的名牌算什么？他每个周末去县城补习的补课费又算什么？可我答应了，只要能走出这里，一丝机会我都要抓住。可来到大都市，我才知道，想靠在不耽误学业的情况下兼职赚到大学4年的所有花费，这是多么可笑又单纯的想法。大城市机会多，人人都知道，所以人人都挤破了头要进来。我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，根本没有什么竞争力。其实我兼职的时候，不是没有遇到过向我抛出橄榄枝的人，一个个老男人用着色迷迷的眼神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，恨不得立刻将我办了。我每次只能忍着恶心去向他们接着介绍我兼职的产品。可今天见到李家平，我在背包一事的态度突然有所松动了。我也清楚，面对这样一个事业有成又风度翩翩的男人，美貌和18岁的年纪是我唯一的优势，也会是他能看上我的唯一原因。后来逛完校园，我将李家平送到了学校的行政楼，然后我站在休息室面前，柔声和他告别，眨着无辜的大眼睛，楚楚可怜地看着他。他也同样没辜负我的期望，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。他弯下腰，将手放在我的肩上，道貌岸然地对我说：“我们很有缘，遇到你我很开心。往后你有任何事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找我。”我看着他的眼睛，知道我的目的达到了。一个18岁无权无势的女孩子，有什么资格让一个上市总裁弯下腰对她说这么不求回报的话？除非这只是鱼饵。但我这条鱼同样没让他失望。算着时间，在校庆结束的时候打了名片上的电话。那个晚上，我跟着李家平回了市中心的住所。从此以后，我便在这里住了下来。李家平给了我一张卡，卡里每个月都会按时进账30万，作为我的零花钱。我第一次见卡里有这么多钱的时候，没忍住偷偷大哭了一场。按照我正常的花费，我大学4年的所有花销加起来，可能还不到李家平1个月给我的钱的一半。我读了这么年的书，以为走出那滩烂泥后，迎接的每一天都是璀璨阳光，可没想到是一路阴雨密布。而我对此毫不犹豫地选择出卖自己的脊梁，
甚至在看到同学们还在辛苦地为未来做打算时，我第一反应居然是为跟在李家平身边而沾沾自喜。不过，这种情绪并没有在我身边停留多久。渐渐的，我的心态发生改变。我觉得跟在李家平身边也没什么不好的，至少每个月按时打进来的30万，让我不用再终日惶惶不安。没钱的日子我再也不想过了。我每日陪在李家平身边，陪他出差、打球、聚会、社交。我用李家平的钱，也开始全方位报班提升自己，礼仪、舞蹈、绘画等等。我对这些学得很用心。在遇到李家平之前，我根本没机会接触这些。逐渐的，学校的课业我也耽误下来了。有舍就有得，我毫不犹豫的就做出了选择。很快回学校办了休学。搬宿舍的那天是周末，几个室友都在宿舍没出去。几个室友看见我，先是惊诧，在看到我全身精致的打扮后，神色各异，有的装作若无其事，有的眼里是掩藏不住的鄙夷。我家境不好的事情，他们都知道。看他们的样子，我知道他们已经猜到了大概。我的东西不多，也都是些很便宜的东西，除了专业的书籍，其实没什么需要带走的。我将除了书之外，其他的大多数东西收拾扔掉了。在我将书全搬到车上，刚拉开驾驶座的车门，没想到有个室友从宿舍楼跑了出来，是装作若无其事的那个室友赵琪。刚上大学时，他是宿舍里对我最关照的那个。他父母恩爱，他自己在有爱的家庭长大，一直都是开朗又善良，与我完全是两种样子。他看到车的那刻呆愣了一刻。车是宝马的，大众眼里入门级的好车。这车是我和李家平在一起2个月的时候考完驾照，他买给我的代步车。被赵琪看到这一切，我脸居然觉得火辣辣的疼。赵琪只是看了2眼，然后犹豫着问我：“你这段时间过得还好吗？”我一怔，我孤身一人来到魔都至今，没有任何人问过我过得怎么样。我的父母没问过，李家平也没问过。没想到第一个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是交情浅淡如水的室友。我说：“我过得挺好的。”赵琪叹了口气，欲言又止，最后只是说了一句：“那就好。”然后又跑回宿舍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静默良久，然后开车离开。如今我坐在李家平的面前，想起这乱七八糟的一切，觉得这几年过得也挺快的。弹指之间，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我对李家平是有些感情在心里的，只是我跟在他身边6年，大学毕业后工作也有2年了，其实已经不算年轻了。除了我，李家平身边也逐渐有了更年轻、更漂亮的女孩。没有人会永远年轻，但年轻的女孩一直有。李家平身边目前新跟着的是一个电影学院的学生，还没毕业，刚出来拍戏。而李家平也有意进军娱乐圈，分一杯羹，正在捧他。我时常能刷到关于他们的绯闻，都是有图有视频的那种。刚开始我还有些难受，后面也麻木了。往后他身边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恐怕只会越来越多。跟在李家平身边这些年，我攒了不少钱。大学毕业后走他的途径，也进了一家不错的广告公司做策划，工资不算高，跟李家平给我的钱比起来不算什么，但加上这些年存的钱，足够我在魔都富足的过下去。李家平缓下气问我之后有什么打算。我看着他说，可能出去玩几天，散散心，然后找个合适的人结婚生子。李家平点点头，又道：“那以后就不联系了。”我沉默地点点头。李家平没说什么，
只是拿起西装外套站起身，走到门口又停了停。我看不清立在黑暗中他的神情，只听他说：“好歹相识一场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都可以给我打电话。你也跟我不少年了，有什么想要的吗？”我昂起头看着他，绽放笑容，摇摇头。这些年您对我很关照，我没怎么想要的。知道了。李家平神色不明地留下这句话，接着转过身，逐渐消失在我的眼前。李家平是个很大方的金主，当天夜里我就发现卡了被打进来了600万。我跟了他6年，1年100万的分手费。除此之外，他此前给我买的车、珠宝首饰、奢侈品都算我私人的，由我带走。在提了分手的第2天，我便收拾东西从李家平市中心的房子里搬了出来，住到我上班公司附近的小区。搬家的那天，我恰好遇到了我的邻居。小区的房子是1梯2户，我的邻居是一位帅气的男生，年纪看着和我差的不多。第一次见面，简单的打了个招呼。我知道了他的基本消息：许林，26，留学海归，在一家跨国公司上班，和我一样，上班的公司都在小区附近。但我和他交际不多，因为没几天我就向公司申请休了年假。之前和李家平分手时说的话都是真的，我确实打算找个地方散散心。跟在他身边的这几年，他喜欢什么样的，我就努力变成什么样的。现在连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，外表妆容精致，但实际内里早已面目全非。我在网上查了很多攻略，最后选择去了西欧。只是我没想到会在我坐的那趟航班遇到了许林，并且我们的目的地一样，都是英国。许林本硕都在英国读的，毕业也有2年了。他告诉我，他这次来英国是为了参加大学同学的婚礼，婚礼在1个星期后举行。之所以来这么早，是想故地重游一番。接着他问我，你会在英国待几天？我如实告诉他，4、5天，然后转站去法国，接着去比利时和荷兰看一看，最后打道回国。许林在听到我的答复高兴起来，问我考不考虑这几天和我一起玩。我毕竟也算半个本地人。我想了想，放大笑容冲他点点头。我并不讨厌许林，他热情洋溢，但又始终能够做到彬彬有礼，看得出家教很好。如果想过上一段正常的生活，我打量着许林，他或许就是我迈出的第一步。许林见我答应，高兴地露出他那洁白的一排牙齿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许林真的认真地做起了我的导游，任劳任怨，带着我在伦敦和伦敦周边玩了个遍。我们在一起拍了很多合照，打卡了很多地方。许林爱好广泛，是一个有些文艺的人。我曾经在李家平身边学的那些东西，在此刻也派上了用场。对于许林抛出的话题，接起来大多都是信手拈来，甚至很多话题在他提出之后，我也能与他展开深入的聊下去。许林的眼里浮于表面的对样貌的惊艳，也逐渐变成了发自内心的欣赏。和许林在英国分别的那天，许林眼里的依依不舍满的都要溢出来，但他什么都没说。我以为他会开口挽留我，会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来陪他参加婚礼，可一直在送我到机场，他都没说，只是强忍着不舍对我说了一句：“玩得开心。”我看着许林的样子，挽了挽耳前柔顺垂下来的头发，决定在接下来几天给他留一个念想。男女之间，有时若即若离，才能更让人抓心挠肺，得不到又忘不掉。我于是毫不犹豫地含着笑上前一步抱住他，并在他耳边轻轻道：“谢谢你，
我这几天很开心，我们回国再见。我能感受到许林高大的身躯在我的怀抱中变得僵硬。我退后一步，看着他的呆愣的脸庞，没忍住笑了笑。他的样子很单纯，很可爱。像他这样心机深重的人，确实容易喜欢上灵魂洁白无瑕的人。不是因为互补，而是因为太了解自己，所以无论如何都不会喜欢上性格相近的人。到了法国，我一个人在巴黎街区漫无目的的闲逛，第一次感觉有些孤单。说实话，我自己原本也没想过会与许林有什么纠葛，更没想到短短几天，我竟然习惯了身边有他的存在。在巴黎待的第3天上午，许林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。分开这2天，我们加了联系方式，也会经常聊天，分享生活，但通话还是第一次。接通电话后，许林只问了一句话：“不回国可以再见吗？”我一怔，问他：“什么？”许林轻笑一声，说：“我来了巴黎。”我顿时就猜到了许林的用意。他是为了我而来，可我佯装不知他的心思，只是惊讶地问他：“巴黎也有你要结婚的朋友？”许林闻言立马就急了，连忙说：“不是，我在巴黎没有朋友要结婚。那你也来巴黎玩？”我忍不住逗许林说出心里话。许林吞吞吐吐起来，一点不复前几日的落落大方和能言善辩，低声道：“不是，我是来找你的。那你现在在哪里？”我问他。其实我也很想见他。活了24年，仿佛此刻我才意识，真正的恋爱到底该是什么样的，让人既甜蜜又胆怯。许林此刻就在我住的酒店楼下，我随便套了件风衣，急忙跑下楼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着急，明明他就站在那里等着我，也不会走，可我就是很着急，想要赶紧见到他。我跳下酒店门口的台阶，紧紧抱住他，他立马伸手接住我。他这次倒没有那么呆了，双手在我的背上慢慢收紧。我说：“许林，我们在一起吧。”许林松开我，脸突然开始红起来，看了我良久，最后认真的点点头。许林那天晚上说：“你抢了我的告白，等以后求婚一定要我先来。”我看着他，听他说到求婚，心脏狠狠一抽，忍不住祈祷，如果有一天他知道我做过什么后，不会忘记此刻的话。求婚，娶我。我们坐在河边，迎着皎洁的月光，我将头轻轻地靠在他的肩上，希望时间能在此刻停留，不再流转。许林陪我在法国玩了几天便回国了，他没有请很长时间的假，他的公司还有工作要他回去出来。于是在我的催促下，他最终一个人依依不舍地先回国了。接下来几天的日子，我独自一人去了比利时和荷兰。来了之后才发现，这2个国家其实都离瑞士很近。我又想到李家平，因为他的老婆常年待在瑞士，这6年间我其实也见过他一次。虽然他很少回国，通常是李家平会平均2个月飞一趟瑞士。那次我陪着李家平参加一场拍卖会，李家平看上一条珍珠项链，和拍卖会上的一个人来回举牌，争夺不下。几轮下来，2人谁都不肯先放弃。后来打破僵局的是一张纸条，立在身边的侍从走了过来，递给了李家平一张纸条。李家平看到那张纸条后笑了笑，整个人柔和起来，才没有再举牌。拍卖结束后，我才知道和李家平来回举牌争抢那条项链的居然是他的老婆。看到他的那刻，我更是诧异，我从来不知道我和他的相貌会有5分相似。他气质柔和，我则是更偏乖巧。他仿佛很偏爱珍珠，身上搭配得宜的首饰都是珍珠。
我这才意识到，为什么李家平每个月都会拍几件以珍珠为主体的珠宝，原来是投其所好。李家平在他面前笑容一刻也没有放下来过，亲昵埋怨道：“不是说我拍下来后带给你吗？你怎么回来也没告诉我，还和我争起来了？”他笑着歪了歪头，无奈道：“我回来胜算大点，万一被别人拍去怎么好？”看着他们亲昵的那一刻，我深深的迷茫了。我一直以为李家平这样明目张胆的养情人，是因为和他老婆感情一般。可此刻看到他们的相处，意识到我们相似的面貌，我有些不理解了。李家平的老婆看到我笑了笑，涵养很好，丝毫没有正宫见到小三时该有的剑拔弩张。但我知道，这是因为他压根没把我放在心上的缘故。威胁不到他，正好用来表现他的良善和大度，上流社会的体面，永远这样别具一格。他还能笑意盈盈地和李家平开玩笑说：“这个女孩倒是很懂事，很乖巧。”李家平瞥了我一眼，点了点头，是挺好的。接着便让我一个人先回去。想起这些事，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我又想起单纯开朗的许林，只希望我能一辈子瞒着他这件事，这是我一辈子的黑点。那么好的一个人，如果知道这些了，肯定会害怕的逃走的。回国的那天，许林来机场接我，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短短几日，我对许林的眷恋逐步加深，只想永远留他的身边，不用小心翼翼的讨好。我可以放松自己的做自己，就算只是彼此静谧地坐在一边做自己的事，也是舒适的。除了中午，一日三餐，早晚我们都在一起吃。曾经为了李家平，我专门报过烹饪课程，那时候做给李家平吃，是希望他开心。如今做给许林吃，却只有甜蜜和安心。我做饭的时候，许林总喜欢围着我转，经常会将菜都提前备好，让我只需要炒一炒就好了。吃完饭，两个人通常会倚在一起看电影，周末则多是出去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正常的情侣有这么多的事情可以一起干：去看画展、听脱口秀、看话剧、打卡好吃的餐厅、咖啡馆。周末的时候，开车到周边的城市来个2日游。被许林带着，我疲惫的心逐渐变得年轻化，我的嘴角从淡淡的笑变成了发自内心的欢笑，日子也仿佛一天天快起来。转眼之间，我和许林就谈了半年。许林的家人听说他有女朋友，提出想要见见我。他的家人因为他即将要27了，从前也没少催婚，现在知道他开了窍，有了女朋友，自然是欣喜若狂。和许林见家长的那天，我提前几天就紧张起来，一大早起床，亲手做了些甜品，准备带过去，然后收拾自己。相对我的紧张，许林在一边悠哉多了，安抚我过后，接着嘲笑我的胆小，并问我什么时候愿意带他回去见家长。我一怔，告诉他我和家里断绝关系了。许林表现得很意外，我将从小到大，包括到断绝关系的事挑了挑重点说给他听。许林满脸心疼，最后居然直接在我面前哭了起来。我给他擦了擦眼泪，最后又转过去安慰他。最后我靠在他的怀里，轻轻道：“只要你一直会心疼我就够了，他们对我来说已经是过去式了。”许林坚定道：“我会的，一直会的。”我说：“我相信你，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，不会舍弃我。”许林家的家宴很温馨热闹，亲戚大多都在，很重视，看得出来他们都很爱许林，所以爱屋及乌，也很看重身为许林女朋友的我。在李家平身边这几年，如何讨人喜欢，我很擅长，因此一顿饭吃的
算得上宾主尽欢。我看得出许林的父母对我很满意，眼里全是欣赏。可宴席上有道打量的目光，始终令我如芒在背。我看了眼许林，看到我被喜欢，他比他的父母亲人还要开心。宴席上最开心的就是他了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该来的雷迟早要劈下来，我是躲不掉的。临别时，我和许林一一送别客人。许林的父母送了我一对珍珠耳钉，我收下后让许林先帮我保管。我不想万一某一天不成，我还要再多一道步骤退回去。许林的姑姑留到最后，站定在我和许林面前。许林的爷爷老来得女，因此他这个姑姑不过31、2，因为一直生活在大城市，又没结婚生孩子。许林的姑姑看着很青春靓丽，我知道许林的姑姑想说什么，我也不想让许林知道这些，于是我率先将许林支出去。许林的姑姑看着许林的背影，讥讽一笑：“我这个大侄子倒是听你的话，真是有点本事。”接着他看向我，问：“你还记得我吗？”我点点头，记忆犹新。许林的姑姑哼笑一声，走到包厢一旁的沙发坐下，慢悠悠道：“我以为你会矢口否认呢。”我摇了摇头，我否认也没用。这件事你也是想查用不了2天，瞒不了的。许林的姑姑对我的态度倒是很满意，是个明白人。那我也不和你废话了，和许林分手。他说。我咬了咬牙，道：“我是真的喜欢他，你一定要这样吗？”他哈哈一笑，直接道：“看得出来你想上岸，清清白白重新做人。我不反对，但这个岸是谁都行，不能是许林。有我在，他做不了李家平玩剩下的女人的接盘侠。”许林姑姑的话难听，如同一盆冰水从我头顶浇下来，让我无地自容。见我久久不言语，他渐渐失了耐心：“开价吧，想要多少钱？”我看着他带着明晃晃的鄙夷眼神，如同被狠狠扇了一巴掌在脸上。我别开了脸，轻声挤出一句话：“我不是为了钱。”许林姑姑冷笑一声，站起身骂了一句：“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。”我很愤怒，可想起李家平，想起我之前的选择，我居然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。他说的好像一点错都没有。许林的小姑姑离开包厢前留下了一句话：“如果3天之内你不离开许林，那你从前被包的事，我会如实的全部讲给他听。到时候你猜，他要是知道他喜欢你身上的那些特质，全都是因为跟着一个老男人当情人后才有的，还会不会再喜欢你？”我久久失神。是啊，要是许林知道了这些，还会喜欢我吗？他喜欢我的漂亮容貌，有一部分是用李家平的钱滋养出来的。他喜欢和我聊的那些文艺话题，也是跟着李家平后熏陶出来的。他喜欢我的风趣幽默，甚至都是为了讨好李家平练出来的。而我本人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没有，如同一滩烂泥。可谁会去喜欢一滩烂泥呢？许林之后被他的姑姑叫走，我一个人失魂落魄回了小区。这时有人给我打来电话，我看都没看，直接就接：“你好，什么事？”“没什么事，就是听说你现在在外面混得可以，想找你要些钱花花。”说这些话的是我父母那个宝贝儿子。我冷声问他：“你怎么有我的电话？我已经和你们断绝关系了。”电话那头的人叫嚣道：“你可是我们家养大的，你说断绝就断绝，法律是不会认的。你信不信我让爸妈告你？”我筋疲力尽：“告吧，我死也不会给你们1分钱的。我走到今天这步，都是你们逼的。”思平，你以为你是谁？这样和我说话？当然，你如果给我点钱花花，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。做梦！听着电话里的怒吼，
我毫不犹豫地挂了电话，拖进黑名单。接下来几天，我不知道许林的姑姑使了什么方式。许林去了国外一趟，许林仿佛很忙，除了偶尔一通电话，我们少了很多联系。我终日地坐在一个角落，看着日升日落，等着许林的姑姑在许林面前揭穿我。到时候许林或许会来质问我，又或许眼里全是失望，或者说他连见都不愿意再见我，怕污了他的干净。到了第3日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小区的物业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说我的父母还有弟弟在小区门口等我。我告诉物业我在上班，让他们等我下班。实际上，我平静地打开水，放满浴缸，躺了进去。我拿着锋利的刀具，往手腕处深深一划，血液顿时染红浴缸里的水。我的意识渐渐消散，对这个世上没有任何留恋，只庆幸很久之前立了遗嘱，如果我死了，财产自动捐献，可以用来免费资助那些因为种种原因上不起学的女孩子，不要像我一样走上歧路。虽然这钱来得很脏，只希望用在他们身上时能干净一些。至于我的父母，他们1分钱也拿不到。我感受着身上来自于他们的肮脏骨血一点点流出体内，第一次觉得人生还是快意的。番外，许林视角，我对思平是一见钟情。在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，我整个人灵魂一颤，只能听到耳边扑通扑通放大的心跳声，就像理想型突然有一天变成人出现在你的眼前一样。那次我们同乘一趟电梯，他手里拎着2个大袋子，一看就是刚采购物品回来。他当时穿着杏色的棉麻长裙，微低着头，好像在发呆。我偷偷打量了他好几眼，他都没注意到。我平时是个一点都不怯场的人，此刻想找他开口说个话，却需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。直到我发现我们的目的地是1层楼的时候，我才终于找到了话题的突破点。我假装好奇地问：“你是2602新来的租客？”听到有人说话，他下意识脸上就带上笑，然后看向我点点头。他笑起来的时候更好看了，娴静又温柔。我发誓，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对一个人那么动心。但是这第一面，我们也只说了寥寥几句话，因为电梯很快就到了26层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总觉得这是上天赐给我的缘分。毕竟作为邻居，日后的交际不会少。后来因为朋友结婚，我坐飞机去英国，恰好此时，我发现他也在那趟飞机上。对此，我更相信我和思平绝对是天赐良缘。后来再得知他会在英国待4、5天，我欣喜若狂，主动提出带他在伦敦一起玩。话一出口，我就后悔了。作为认识不久的人，这个提议是有些突兀的，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答应了。他答应在伦敦的这几天和我一起游玩。几天近距离的接触下，我敢肯定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度过终生的人。他博学多识，任何领域的事都懂一些，情商也很高。虽然只有我们2个人，但他从来不会让我抛出的话题冷场。接触下来还能感觉到涵养很高，家庭条件大概也不错。为了将他培养成今天的样子，应该也费了很多精力。只是美好的日子终究是短暂的，如他所说，待了4、5天后，他又转到去了巴黎。我能看得出来，这几天他和我在一起挺开心的，但我还没想到他会先一步说出我们在一起的话来。我那次去巴黎，其实只是想在回国之前再见见他。他比我勇敢很多，都说人无完人。认识他之后，我开始不认同这句话了。思平真的是我心中最完美的女生，
我们谈了半年，从来没有吵过架。他性格很好，就算偶尔意见不一致，他化解矛盾的方法也很巧妙，为人体贴，根本让你找不到生气的点。和他谈得越久，我越觉得这是天上掉金子，还恰好砸到我面前。直到带着他见家长的那天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天底下没有白掉的午餐。当时吃完饭，送完所有亲戚后，我准备问我那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小姑怎么回去，就见思平突然拦住我，声音轻轻柔柔地问：“你有没有看到我包里的证件？刚刚突然找不到了。”见我不放心地看了眼包房里的小姑，她立刻开口打消我的顾虑：“我照看小姑，你快去车上帮我找一找。”见状，我点点头答应他，然后转身出了包房去帮他找。可走到电梯处，我才想起来他正常不需要证件的时候，出门是不带的。我无奈一笑，一定是因为见家长给他搞紧张了，所以连自己的习惯都忘了。可走到包房门口，我听着细缝传来的对话，才知道他这是在支开我。前半段的对话我其实都听得云里雾里，直到后面听到玩剩下的女人接盘侠包养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遍体生寒，一瞬间生活里的所有异样都有了解释。怪不得他明明和家里断绝了关系，工资也不算高，开的车却是奥迪。怪不得他性格明明不是活泼那类的，说话做事却都滴水不漏，极会讨人欢心。怪不得品味不俗，聊什么都接得上话。怪不得一个刚毕业2年的白领，日常打扮却是奢牌起步。这一切全说得通了。对此我承认，我心里还喜欢他，可我心里做不到毫不介意。那个晚上，小姑让我送她回家，我没有拒绝。我心里很乱，我需要静一静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才能像往常那样去面对思平。小姑平时有一些跨国业务，第2天她借口我留过学口语，好拉着我和她一起去处理。我知道她是什么意思，但我沉默地顺从了。我舍不得和思平说分手，可我也没办法不去在意她从前的那些事，很膈应。于是我选择了逃避。直到回国的那天，我终于做出了选择。我选择和小姑坦白一切，想起思平的好，想起我们之间的种种。我选择和她一起抛去前尘过往，从头开始。可没想到一切都晚了。我没想到她会在家中割腕自杀。我当时根本不敢相信。警方调查了一番之后，判定她确实是自杀，而非他杀。证据之一就是他一直以来患有抑郁症，再加上当时刚遭受精神打击。警察的话说得很委婉，可我听懂了。有一部分原因在我，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父母那天来找他索取钱财。我当时坐在警局久久失神，原来我也是杀害他的一环。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。可除了我，另外一名凶手对此毫无愧疚。他们一家3口在警局大闹，撒泼打滚，原因是思平从前立过遗嘱，死后财产全捐于社会做慈善，一分也不留给他的父母。他们从知道女儿死亡没有难过，反而脸上是以为要继承一大笔财产的窃喜。直到他们知道财产和他们没有半分关系，欣喜戛然而止。他们开始破口大骂我当时为什么要养他长大，还不如小时候就给他淹死算了。我生他养他，到头来他居然什么都没有留给他老子娘，我真是造孽呀！当初就不该让他上大学，现在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以后我儿可怎么娶老婆呀？听到这，我实在听不下去了，拔腿就逃，跑到警局外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胃难受的想吐，却什么都吐不出来。
后来在得知什么1分钱都拿不到，可能还要出钱给思平火化时，一夜之间，他们一家3口逃得无影无踪。思平火化的那天，没有什么人来送他。我以为我会见到那个传说中的李家平，毕竟思平跟了他6年，可什么都没有。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。唯一一个匆匆赶来见思平最后一面的，是他一个叫赵琪的大学室友。他也是除了我以外，第一个为思平的自杀流眼泪的人。他对思平说：“万般皆苦，你走到今天这步，也算解脱了。”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